大家好，我是玉明。那期末将至，许多同学都开始赶项目啊、赶作业啊，或者说备考等等啊，这些东西不是都非常有趣的。所以呢，有很多人他们拖延的习惯就出现了啊。那什么是拖延呢？其实拖延呢，就是推辞去做某一件事情的行为啊。那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有拖延的人他们是其实挺懒的人啊，其实不是的。有许多拖延的人，他们还是蛮努力工作的啊，只是他们可能会试图去做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逃避他们目前所需要做的事情。那同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拖延的人都很笨，那其实也不是，就是有一部分拖延的人他们是蛮有才华的，只是他们觉得手上现在做的事情太无聊了，他们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刺激才会去完成这些东西。大家都有拖延的现象，包括我自己在内。那但是呢，拖延的理由呢就各不一样。那大概会有以下几个类型。第一个呢是逃避型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以生存为目的的，一旦它探测到了危险，我们就会要去逃跑啊，因为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安全。那在远古时代呢，这种危险可能是被猛兽追啊，或者说是没有食物啊。那在现代的话呢，可能仅仅是给银行打一个电话，或者说我要去跟一个喜欢的人告白，或者说我要去跟一个人道歉等等。那我们大脑接收的呢就是一个威胁的信号，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分泌出那个压力荷尔蒙，当然我们就会选择要去逃避或者说拖延去做这件事情。那第二种就是没有动力型，也就是说我不喜欢做一件事情，我本来就不喜欢弹钢琴，但我妈非逼着我去练，然后或者说我本来就没有什么目标，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等等。还有一种类型就跟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啊，有研究显示呢，就是比较严厉有控制欲的父母呢，与有拖延症的小孩之间呢是有很大的联系的啊，因为过多的权威其实呢会阻碍小孩自律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你督促我才做，你不督促我我就不做了。那从长远来说呢，小孩他的那个自律能力呢是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发展的。那同时呢，如果父母老告诉小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其实拖延呢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叛逆。还有一种就叫做寻求刺激型这样的人他可能会觉得我需要一个 deadline， 我需要最后的期限，我才会有那个冲劲把它通宵达旦的给赶出来然后我会觉得很爽，很有成就感。那当然呢，这个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如果你可以把一个 project 通宵达旦的，就是相对于其他人可能要花几个星期，你只要一个晚上就把它赶出来了你当然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你的大脑会分泌出一个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那什么是这个多巴胺呢？那多巴胺呢就跟我们那个大脑的一个奖励机制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朋友圈里面你发了一张很好看的照片，别人点赞了，你的大脑呢就会分泌出多巴胺，然后你会觉得很开心又或者说，如果你赢了一次比赛你的大脑会分泌出多巴胺，又或者说你完成了一个项目，你的大脑会分泌出多巴胺，所以你会觉得很开心。那虽然你得到了很多的多巴胺，但是这个 project 的质量怎么样呢？那就很难说了，因为数据显示呢，如果你的大脑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运作其实呢，你无论是在各方面都没有你大脑在清醒跟愉悦的情况下去做一个任务它的质量要来得高。有一种叫完美主义型，也就是说一旦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呢，我就不能再做修改了，所以我就拖着，因为我还有很多想法，我还是觉得它不太完美，那我就一直拖着就对了。面对拖延，我们有什么比较有效的应对方式呢？那第一个就是策略了。在2015年的时候呢，心理学家 Brian Gallen 还有 Angela Duckworth 呢，他们就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当中呢，就指出了在这个有自控能力的人群当中，当他们在对他们的人生进行规划的时候呢，他们会刻意的去避开对自己自控能力有挑战的情况。
况啊。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就是爱吃糖果的女生，她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会刻意去绕开那个糖果店。那他们认为呢，就是只要我们有规划，我们的行为呢就会养成习惯，久而久之呢就会成为自然。那在策略上面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把你喜欢的东西跟你不喜欢的东西放在一起做。打个比方，就是如果你喜欢听音乐，但是你不喜欢跑步，但是你要锻炼身体，那怎么办呢？把它们放在一起做又或者说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去做一件事情，那这样子这个事情就会变得有趣的多，这样也可以减少拖延。第二个方法呢，我就称它为多巴胺驱动。那多巴胺我之前介绍过，它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神经递质，跟我们的奖励机制有关系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喜欢打游戏呢？因为打游戏一直在叫我们过关升级就是我们每升级或者说我们过关了，我们就会有新的武器、新的配备、新的装备，我们的大脑就会不断的分泌出多巴胺，让我们就是很开心。那我在想，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在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可以适时的给自己一些小奖励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越做越过瘾，我们的大脑就会不断的去发出鼓励我们的信息我们就会改善我们的拖延的习惯。第三个方法就是做清单，那我会建议这个清单上面的项目呢，要把它细分，就你不要把说完成一套模拟题作为一个项目，那你要做到何年何月你才能把这个项目给划掉，对吧？那我建议就是完成一篇阅读，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项目那同时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清单最好就不要超过8项了，如果那个项目太多呢，有时候也起不到一个鼓励你的作用。第四个就是和采取行动的人一起做项目。那中国有一句古话，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我们人类都是群体的动物我们的环境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渴望被喜欢，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组织当中呢，我们会不自觉的倾向要去遵从这个组织的行为跟规范。那如果我们跟有拖延的人在一起，当然我们就会慢慢的养成了这个拖延的习惯如果我们跟采取行动的人在一起呢，我们就会变得比较有动力并且希望去完成任务。那再有一个就是远离诱惑了。对于有拖延习惯的人来说呢，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种分心的武器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保持有一个干净的办公桌，然后尽量就是不要坐在有电视的房间里面做事情，然后又或者说把游戏手机给藏起来等等等等。那最后一个就是调整状态了，也就是说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同时要劳逸结合因为呢，就是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集中精神的，所以呢，我会建议就是大概45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休息一下了。那同时呢，就是改变环境，其实可以保持我们大脑的那个灵敏度跟警惕。那所以你可以尝试到不同的图书馆去学习，或者说你可以从就是房间的那个书桌搬到厨房的书桌里面去学习这样子也可以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个调整。谢谢你的观看，欢迎留言跟分享，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公众号，那我们下期见。